在我妈妈年轻的时候，她就有精神病，长期住在精神病院。我父亲在我5岁的时候就过世，但我妈妈又没有能力照顾我，所以后来姐姐和我就被送到华新育幼院。我们刚进去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躲在被子里哭。我并不坏，我只是很有想法。比如说那时候有发镜，头发一定要多长，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不能改变一点的样式吗？我稍微让它变卷一点，难道不行吗？但就因为这样就被记过。简而言之，我被记3大过，要被退学。训导主任把我带到校长室，说要退我学。那校长当面很温和的跟训导主任说，不能退这个孩子。他家里的情形，他妈妈是精神疾病患者，家庭又这样，这孩子还那么小，出去以后没办法继续读书，对这孩子是一辈子的亏损。我外面虽然表现好像很叛逆很刚强，但我里面一直在流泪。后来上高中了，因为国中叛逆过，高中就慢慢调整。快高3的时候觉得该读一些书，所以后来就考上大学吊车尾的学校。然后我认真读书，几乎可以说直升就读的学校的硕士班。硕士毕业当兵结束，去中央研究院服务，后来读台大博士。整个学习的过程，我感谢我很多的老师，我还在回想那一段过程，我超感谢校长。在我读博士的过程，有一个聚会，它主要的负担就是到许多不同的国家传福音。在那次聚会里面有一个呼召，所以会去以色列，我也去那边有学习。以色列的青年人是活在war zone，是在一个战争的环境之下。我在以色列经历了2次3次的战争，所以我一天需要多次在做实验的过程都躲火箭。我曾经在洗澡的过程2次到防空洞，邻居跟我们一起挤，邻居还是女生，看着我围一条围巾，头上还有泡沫在笑，但我就摆很自然的样子。我们在这边生活就是这样子，火箭来我把水关掉，到防空洞等火箭警报响完了以后再回到正常生活。台湾青年人很多是活在 comfort zone 舒适圈，2种不同的 zone 造就不同的人格特质。以色列的孩子常问的是 Why not？ 为何不？与其在家坐以待毙，还不如有一些想法，我把它实现，干脆去创业。这是以色列。我们这边孩子坏，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好苦？青年人要出去，特别要吃苦，而后有一种觉悟。一面来说珍惜现在有的，另外一面为自己创造机会，而不是在那边等待机会。我从小都是在困苦环境，我很知道如何在困苦环境中来经历神。倘若有一天我们的事业到一种人家称为成功的状态之下，我求神保守我的心，使我知道如何处卑贱，也知道如何处富裕，在任何的情形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政务次长吴当杰先生看了很生气，他要开记者会来说明。我跟他说不必，我就引用圣经一句话：不必自己伸冤，听凭主怒。后来1月5号，英国 Banker 杂志就发布为全球最佳财长，才5天而已，10大恶人之首，这个恶名就被他盖过去了。我先生就从儿童主义学开始，哇，很奇妙的哦，做个几年以后，最多的时候达到差不多400个哦。第一批、第二批的小孩子，现在当牧师的、做传道人的好几个。我一直在提醒孩子，不管再富再穷哦，绝对不要离开神，要为神做一点事情。